婴儿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？他能成为一个上房揭瓦、刨木拆屋的野孩子，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好了好了，夫人，喝杯茶消消气，然后再接着教训啊。你就这样由着他吧。你说他现在年纪也不小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没想到啊，岳少成的婆娘也是个高手。老夫与阁下素不相识，却不知有何仇怨。岳少成，你可曾记得捐毒？捐毒？当年就是你带兵攻入捐毒，屠我百姓，杀我父帅。不共戴天之仇，你能忘，我忘不掉。你就是雾火罗的儿子。我父帅雾火罗堂堂捐毒国的大将军，就是被你这狗贼枭首残害。今日我便要拿你的命，来祭奠我捐毒国的亡魂。杀！哪里来的风啊？这里似乎有玄机啊！掩甲室里面居然有个密室啊！哇！这是一把铁剑啊！啊！哇，好剑啊！哎呀！你别乱动啊！呀！快停下！韩光剑，岳少成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你
若没杀我父帅，他的佩剑寒光为何在你手中？你误会了。误会？闪开！叶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可能，寒光在保护他，我不信。寒光，我是安尼瓦尔，我的父亲是雾火罗，他才是你的建主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你怎么跟我针锋相对？我不信！闪开！老王，你没事吧？爹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些人又是什么人？这把剑怎么这么奇怪？岳少成，你到底对寒光剑施了什么邪法？老夫这些年从未用过这把寒光剑。若非用了邪法，他又怎会如此古怪？我父帅生前的佩剑，又岂会对我针锋相对？岳少成，既然今日寒光站在你这边，我便将你的狗命多留些时日。走。等等，怎么，还想打？定国公府岂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便走的地方？夫人，让他们走。岳夫人，不必着急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岳少成与我有杀父灭国之仇，我与他不死不休。老爷，爹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叶，燕儿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突然觉得头好晕啊！哎呦，吓坏了吧？啊，这脸色都惨白了。爹娘，你们还没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去给你熬碗定魂汤。哎，对了，爹，这把剑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它怎么自己会飞啊？而且一直在保护我。这把剑名为寒光，是我西行之时偶得的一把西式邪剑。邪剑？可能是那些人想得到这把剑，
据为己有吧。哎，对了，爹，还有，咱们家怎么会有个地下密室啊？行了行了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？叶儿，从今日开始，我会把这把剑封存起来，以后你都不要再接触它。可是什么？我都说了，这是一把邪剑。哦，知道了。好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嗯。娘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岳夫人，我劝你识相些。若是三皇子真的躲进了岳府，你就赶紧把人交出来，自讨死罪吧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老爷他们尚未回府。至于你口中的三皇子，我也从未见过。好，那就让我们进去搜。搜！慢着，是谁在喧哗？拜见定国公，我等奉命进府搜查三皇子下落。你们认为三皇子在岳府吗？只是有这个可能，还请定国公不要为难在下。你们是奉谁的命？奉二皇子殿下口谕。岳府乃是御赐设灶，就算是二皇子亲自来，没有圣旨也不得擅闯。夫人，让他们搜。老爷，清者自清，不让他们亲眼看看，我们岳府是不得安宁了。搜！每个房间都不要放过！你们两个那边是。这屋是。搜！是。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老爷，叶儿去哪儿了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金统领，这是最后一间房了，别处都没发现三皇子、岳无义，还有公主的影踪。城门已封，谅他们也逃不出长安城。你带一队人支援阿豪队长，全城搜捕。是。我就这么出去了？要是没个东西防身也不行啊。虽然你不听话，但也总比没有强吧？多有打扰，还望大人见谅。也望你们识相些，不要三天两头的来打扰。啊，对了，听闻国公府前些日遭了刺客，二殿下很是担忧大人的安危，打算派一批大内高手前来守卫岳府，这样既能保定国公一家安危，又能够震慑匪徒，令他们不敢再犯。老夫府上自有防卫，足以自保，不劳二殿下费心了。啊，那如果这也是圣上的意思呢？告辞，告辞。走。
岳守诚到底惹了什么事，还惊动了朝廷的御林军？那不是岳家小子吗？那小子带走了寒黄剑。 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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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别在那儿，给我追！追！追！快！快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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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让开！快！ 给我追！追！追！你带他们先走，我去拦住他们。好，走，来，走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灵力增倍仪做好了，这是我朋友，他受伤了。团子，啊，赶快把他扶进去。好，来来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岳公子，在这里。太好了！石前辈，你看，动起来了，转了，动起来了。 哇，这艘船的设计也太棒了吧！船飞了，石前辈。文人，文人。 当心！这下怎么办？派几个兄弟，沿着东南方向继续跟着这艘大船。 总算摆脱他们了，哎呀！现在可以把眼甲弹还我了吧？对了，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呢。这枚眼甲弹到底是谁做的？为什么里面会有文章啊？里头有文章？你不知道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这眼甲弹可以打开？喏，就是这枚文章，我身上。 怎么回事？明川上师，岳公子，10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
10年不见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找了你10年，高鼻深目，年岁也与你十分契合。唯一令我意外的是，你右臂上怎会没有月牙状的黑疤？月牙状的黑疤？我的光刃是以魔气凝结而成，就算当年你的胳膊废了，也不可能没有留下丝毫痕迹。你就是10年前追杀大哥哥的那伙人。正是。你为什么要找我？那大哥哥呢？该不会是被你们抓起来了吧？你乖乖跟我走吧，我就告诉你他在哪儿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今天就由不得你了。小心！岳公子，韩光，你别过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别过来，这把剑很厉害的，我自己都害怕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团长，请把防护罩打开！快去！别磨蹭！请狼王现身一叙，老夫有几句话，想和你单独聊聊。狼王，小心有诈。放心，厅堂里就老夫一个人。狼王既然赶来，定是做了周全的准备，又有何惧？你们先退一下。撤。岳少成，如今你没有了寒光剑，今日你注定难逃一死。没事吧？狼王，到底怎么了？走。
搞定了。咱们这样做合适吗？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。老王，就是这儿。岳无义他们就是从那个洞口进去的吗？对。但是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开！从他的衣着来看，此人应该就是魂夜王了。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。原来他真的死在这儿啊！那他旁边这个人是谁啊？魂夜王宁可冒犯死亡之神，也不愿他带走王妃。最后一刻想要留在身边的，一定是最在乎的。我猜，这应该就是王妃吧。冒犯了。一方霸主无上荣华，终究也不过劫灰宵尽。一泽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没什么。谢前辈，既然已获得指环，我们是否……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见到本王不行跪拜之礼？你是魂爷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本王名讳！你都已经死了，还摆什么国王的架子啊？死！本王死了吗？本王死了吗？本王千秋万代与天共存，怎么会死？你是要来杀我的吗？如今你无家无国无权无势，我为何要杀你？更何况背信弃义之人，死太容易了。我要让你生生世世困在此地，永不得往生，永不入轮回。想起来了，就是这枚小小的指环，锁住了本王的魂魄。
将本王束缚于这躯体之中。这夺命之神命那只妖兽看管此地，想要生生世世将本王囚禁于黑暗的地下之中。多亏你们的到来，摘下了这枚小小的指环，使本王重见天日。哦，说了这么多，你不还是死了吗？住口！本王不会死，本王由此获得了重生。我将带领我的万千子民，冲破结界，重回捐毒国。啊，捐毒国已经没有了，就算你能出去，也看不到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过几缕怨念，执着不散，倒还妄想着永生。住口！区区贱民，竟敢胡言乱语，辱没本王，可笑至极！狼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就凭你，岂配做捐毒的一国之主？若非你昏庸无能，我数万捐毒将士怎会白白牺牲？那些无辜的百姓又怎会惨死家园？我捐毒国又怎会国破家亡？若非雾火罗那个叛徒勾结东守军，图谋造反！住口！我副帅雾火罗戎马一生，忠心耿耿。若非你无端怀疑，延误了战机，又岂会被敌军斩下了首级？那你是雾火罗的儿子？我应该称你声叔叔。瞧你现在的样子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竟有颜面在这儿大言不惭！住口！本王是捐毒国最贤明的君主，受万民敬仰，将永垂青史。捐毒一役，侥幸逃生的百姓不过100来人，他们个个恨你入骨，视你为亡国的昏君。你同你父亲一样，觊觎王位，谋逆造反。今日，本王取你狗命，来祭奠捐毒国的国魂。
唐国，我会再寻其他机会夺回。没事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无印呢？狼王呢？无印。走。走。 岳兄，无印，岳兄，过来！老王，用你的眼角护腕。老王，哼，去！大家快走！走。 一泽，传送术。好。一泽，这是哪儿啊？小家伙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你不睁开眼睛看看吗？哇，好亮堂啊！我都忘记太阳照在身上是什么滋味了。谢谢你们给我自由，有缘再会。小家伙，切记，勿要知道知道，我不会害人的。也不要吓唬人。嗯。无印呢？狼王也不在。
你们几个，把狼王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你先冷静一下，不止狼王，无义也不见了。谁知道你们中原人用了什么妖法？想必是刚才那些倒塌的柱子，影响了法阵的传送。以我猜测，岳兄与狼王此刻应该正在一起。不如我们分头去找找。不行，你们几个谁也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喂，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万一耽误了时间，小叶子他们真的遇到危险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这儿的地形你比较熟悉，不如就由你带着我们到处找找。好。老王，你要干什么？其他人呢？不知道，现在只有咱们人。走，跟我回长安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不跟你回长安。小子，别跟我说花招，乖乖的跟我回长安，对你、对我、对你爹都有好处。然后呢？用寒光去对付我老爹？这寒光剑本来就是我父帅生前之物，现在只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。老王，我可以答应你回长安，也可以让我老爹告诉你你弟弟的下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。你要答应我，不许再向我老爹寻仇。笑话！带你回长安是我跟你爹之间的交易，我和岳少成之间的血海深仇，当然要另行清算。这一码归一码。再说，我此生发过誓，必定要亲手摘下他岳少成的项上人头，去祭奠我父帅和整个卷都国的亡魂。那就没什么可谈了。玉牌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是不是岳少成让你用它来要挟我？你说什么？这是我爹娘给我的护身符，我从小就带着它。从小就带着它？不可能！还给我！告诉我，你今年多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刚满21岁。你的祖先是不是有一块铜钱状的褐色胎记？你怎么知道？岳少成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你，这玉牌上图案的寓意。老爹，他没有跟我说过。这是卷都失传已久的瑞兽，寓意为富贵绵长。卷都，瑞兽。我这一块寓意为吉祥安康。你为什么跟我有一模一样的玉牌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怪不得当初在岳府，韩光一直保护着你，不让我伤你分毫。而后来你试图以韩光伤我，他也止步不前。韩光，我是安金瓦尔，我的父帅是雾火罗，他才是你的剑主。感谢上天，感谢韩光，若非他阻止，你我兄弟早已互相残杀。你说什么？你
宣都大将乌火罗之子，我的弟弟艾利希尔。你胡说！我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弟弟啊？我老爹明明是谁？啊？你为何说不出他的名字？这对玉牌造型极为奇特，乃是你娘当年亲自设计，又请了中原的匠师打造。这世上不可能有第3块一样的玉牌。你胡说！这不可能！铁证如山，你还要否认？这20年来，老爹对我再好不过，我怎么可能不是老爹亲生的儿子？岳少成与副帅常年厮杀，双方死伤将士无数，他们结下的仇还少了吗？掳走你，将你养大成人，再让你认贼作父，他想用这种方式继续羞辱副帅和整个捐都国。你胡说！我老爹不是这种人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你还这么口口声声这么叫他？副帅泉下有知，他定死不瞑目。老王，无一，你们站住！无一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艾利希尔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何时呢？你是艾里希尔殿下。20年前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我以为我安尼瓦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任何亲人，但我当时没有见到你的尸体，所以我曾经有一丝幻想，你还活着，在某个地方安然无恙，好好的活着。然而，每当有这样的念头，我都告诫自己，不去相信。因为怀有不切实际的愿望，是比彻底失望更为痛苦。没想到，捐都神灵保佑，父母在天之灵保佑，你真的还活着。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有玉牌和胎记为证，你的身份绝对错不了。我不逼你现在承认我也不逼你现在与岳少成反目。但岳泉村那些人都是你的族民啊，这都到家门口了，你不想回去看看他们吗？啊？我们分开20年了，发生了好多的事儿，但是我们好不容易重逢。爹娘在天之灵，绝不希望我们仅仅成为2个路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安里希尔殿下。有玉牌和胎记为证，你的身世绝不会错。你该不会是贪恋那人给你的荣华富贵，而不想承认你的捐都血统吧？你胡说！小叶子才不是那样的人呢。狼王，此事太过突然，就算无意真的是你的亲弟弟，他也不可能一下子接受。你还是多给他点时间吧。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。艾里希尔殿下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年狼王为了找你，付出了多大代价？你知不知道他的所病为何？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一个亲人，如果这就是你的决定，我不拦着你。但是，如果下次再找岳少成报仇，我希望我们彼此都不要手下留情。好，
我跟你回月泉村。岳兄，真的。但话要说清楚，就算我跟你是兄弟，我也绝不相信我老爹是你口中那种卑劣之人，也不能因为你的一面之词，就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。好，我现在不比你承认，但终有一日，你会认清事实。谢伯伯。谢伯伯，你们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是先回净水湖，还是……我跟你去月泉村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必须要将这地宫封印。地宫塌陷，此处的结界多少有些松动，这地下的凶灵少了束缚，很有可能跑上来，扰乱杨氏清平。老王，月泉村在哪儿？等封印结束之后，我们去找你。沿着此地，一直往南走，大约1个时辰，你们就可以看见月泉村了。我先回去，告诉族人们你要回来的好消息，再做一番准备。到时候我在村口等你。你放心，既然答应你了，我就一定会去。我信你，回见。你终于来了。恭迎艾丽谢尔殿下。老王，你快让大家起来，别这样。哎，这都是他们自己的意思。听说你安然无恙，马上要回家了，都自发的聚集到村口，这都迎候半天了。起来吧。老奴拜见殿下，拜见殿下。大娘，快起来，也别叫我殿下了，我不太习惯。这是安塔大娘，我们的乳娘。艾丽希尔，真的是艾丽希尔吗？眷都神明保佑，小艾丽希尔还活着。你一生下来便有安塔大娘照料。眷都灭国后，我在废墟里找到了她。可惜大火灼瞎了他的眼睛，从小到大都是大娘照料我们，现在也该轮到我照顾他了。老王言重了，这是老奴的本分。那个时候，你还是个小婴儿，这一眨眼就长大了。艾丽希尔，老奴能不能……小时候，殿下像少妃多一点，容貌比我们西域人长得清秀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将来殿下定是俊美不凡呐。可惜老奴看不到啊。真的跟少妃长得像吗？尤其是眉眼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老王一直挂念，殿下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啊！好了，大家不要在这说了，走吧，大家都进去啊，走。走。
在想什么？谢伯伯，我在想，这种感觉太奇怪了。从懂事起，我就生长在长安，忽然有一日，有人告诉你，你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可你对这个故乡丝毫没有印象。狼王，月泉村的人，大家都对我很好，我知道。他们把我当作一份子，可是他们对我越好，我越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份热情。新的身份我还是接受不了，又退不回以前的位置。长安的岳无义，老爹的儿子，这种身份对于我，忽然间格格不入。其实，你也不用急于知道自己到底是谁。我这一生中，也曾无数次变换立场，很多时候都心感彷徨，不知道该如何自处。那谢伯伯是如何找到答案的？没有答案，只能往前走。往前走。当你走得足够远时，回头看，你才会知道自己是谁，才知道心中所求究竟又是为何。世间之事，从来就没有非此即彼，答案在每个人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够体会得到。我狼提这帮之士便立下了规矩：我们虽为马贼，不抢穷困，不抢贫民，不抢弱者。加帕私自逮捕洗劫邻村，特么阿达叛变劫狱。你们3个人以狼提帮规处置，当众问斩。加帕尔并非怕死之辈，要杀要剐，绝无怨怼。但是我这2个部下，阿达、特姆尔，他们是狼提帮最英勇的战士。望狼王念其初犯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三当家，不用为我们求情，既然做了，就不后悔。加帕尔私自率部去抢劫像月泉村一样穷苦的百姓，你们只是玷污了捐毒的血统。待将来复国大业有成，这会是耻辱的一笔。狼王，你还在做复国梦呢？什么意思？20年的劫掠生涯，你还没意识到吗？我们早就是彻头彻尾的马贼了。就是。放下你高贵的王室身段，认清现实吧。你睁眼看看这里的人，他们早已受尽苦难，为的是吃饱穿暖活下去，并不是什么复国。你放屁！我当马贼就是为了复国2字。男子汉顶天立地，岂能只为温饱而苟活？那同蝼蚁草芥有何区别？大家放心，总有一日我会重建捐都，会让大家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。说的对，就是。你这般自甘堕落，不配当我们捐都人。徒修听令。在。拖出去，斩了他们3个的脑袋。狼王还请息怒，看待加帕尔过去的功劳和苦劳，饶他们一命吧。徒
屠修，连你也想违抗我的命令？不敢。动手！住手！艾丽希尔，这是我们狼蹄帮中之事，若你要劝我，大可不必。老王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当初为何从捐毒废墟中把这些人救出来？他们都是我捐毒族人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救出族人，是为了让他们活下去。可现在呢？你却想要他们的性命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机会。加帕尔固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。他跟你一样，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捐毒族民。家不可一日无归，国不可一日无虑。倘若我今日放过他们3个，他日我还有何立场统领狼蹄帮复兴捐毒国呢？中原有句话：道不同，各从其志。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。当初和你一心的那个人，现在也许找到了新的志向，倒不如你放他们离开这儿，让留在你身边的人心甘情愿。你起来吧。在艾丽希尔的面子上，饶了你们3个，立刻滚出月泉村，不许再回来！等等，你们3个，从今往后，如果胆敢再恃强凌弱，劫掠平民，休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欠你的，我会还你。老王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陪你说说话。我，屠修，加帕尔，成立狼蹄帮之时，我16岁，他俩14，这一转眼，18年过去了。一夕斩断18年的手足情，不管是谁，都会痛心的。岂止是痛心？他加帕尔憋了整整18年，今日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可在场的人，还有多少人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？18年，时间太长了，长到足以磨灭一个人的意志，让所有人忘了自己的初衷。复国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连你也怀疑我？我只是觉得，你好不容易把他们救回来，给他们安了家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？你根本不明白，当时你被岳少成掳走时还是个婴儿，那时的捐毒昌盛一时，被人们称作沙漠中的奇迹。如果你有幸亲眼看见的话，也会和我一样，绝不甘心让他被世人所遗忘，紧紧埋在这黄沙之下。可是你看看，现在的捐毒，只剩下寥寥数百人了。如果他们忘记自己从何而来，这辈子甘心当马贼、当牧民了却一生，用不了几十年，世上就再无捐毒了。我明白了。我所经历的，你未曾目睹，又怎会明白呢？从小我不喜文墨，不弄刀枪，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演术。在别人眼里，
我是一个每天只会跟木头疙瘩打交道的怪人，可是我见过眼术真正神奇的地方。虽然我现在不能像谢伯伯那样造出精妙绝世的眼甲，只要我不放弃，一切就有可能。哎，老王啊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？说呀，咱们兄弟两个不必扭扭捏捏的。你的左臂是怎么断掉的？20年前，就是那岳少城兵临城下，我身在城外猎场，因此逃过一劫。当我得知捐毒的惨况后，快马加鞭赶回城里，却看到父亲身首异处，母亲殉情而死。当时满地都是尸体，见到的幸存者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，精神恍惚。我跨过一个一个死人，直奔王府废墟。你是去找我吗？我想当时你还小，有可能他们会饶你一命。我在废墟中找了很久，我终于在一个发狂的士兵手中发现了你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不顾一切想把你从他手中抢回来，但是那个发狂的士兵力大无穷，见人就砍。你的胳膊就是被他砍下的吗？他一刀砍下来，我就晕倒了。等我醒来后，左臂就断了，你也不见了。原来你没了左臂，是为了我。当时我以为你遭了难，所以在这20年里，我日日都恨自己无能，我恨自己没能力救下你。可谁成想，是他岳少城掳走了你。老王，我……行了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，不要再提了。我要感谢爹娘在天之灵的保佑，让我们兄弟2人还可以团聚。文人宇，你主动找我，是打算告诉我了吗？我师父怎么样了？现在仍平安无事，可过了酉时，我便不敢保证。我要先确认他的周全。文人宇，我没有时间陪你耗，你师父的命留是不留，自己看着办。我说了，我要先确认他的周全。点真祭司，你若现在关了水镜，便别想从我口中得到你想要的消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见面。怎么，想跟我谈条件？你们行事诡异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我信不过。你打算如何见面？捐毒遗址西侧的枯树林，你把我师父带来。见到师父，我便告诉你他们的下落。小丫头，希望你别耍花样，否则你和你师父都要死在我手里。老王，老王，有一支商队正经过我们的地盘。真的？等了2个月，终于来了块肥肉了。通知兄弟们集合，动作麻利点。是。老王，你们先去准备，
我马上就来。怎么了？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不2个月了吗？终于来块肥肉，准备把它拿回来。肥肉？你们该不是去打劫吧？是不是打劫？跟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走了。蹲下，别动，小心点啊！这回这水果还不错，有点玩意儿。兄弟们，手脚到马里去，早点回来就吃了。韩古丽，张木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我们狼蹄的地盘抢东西！我以为又来了块肥肉呢，谁想着来了一群饿得嗷嗷叫的狼崽子！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了，你们脚下踩的是狼蹄的地盘，别坏了规矩。笑话，我们是马贼，讲个屁的规矩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教你。狼王啊，狼王，你知道为了今天，我费了多大劲儿吗？你也不动脑子想想，这些商队为了避开你，不惜远绕屠庐山而行，可今日为什么要出现在你狼蹄的地盘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把屠庐山谷的路给堵了，逼他们走你的地盘上，设好了陷阱等你钻啊！卑鄙小人！马贼嘛，那又怎样？从今天开始，西域沙漠上不再有你们狼蹄，只有我们鹰骑。放箭！张木娜，我今日心情好，放你。识相的，带着你的人滚！老王，你觉得你有把握吗？张木娜，如果你再不走，就像你说的，从此西域大漠，只有我们狼蹄，没有你们鹰骑。算你狠！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！怎么样，二当家的，你想跟他一样吗？这笔账我记下了，狼王，咱们来日方长，我等着你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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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了！干！来，
嘉鹏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这次呢，就当我欠你个人情。老王，别这么说。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吗？我还欠你条命。无论怎么说，都是当哥的亏欠你。既然是兄弟，还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？来，干！对了，韩古丽，这次怎么没有碰见阿里木老爹？哦，阿里木老爹得了风寒，所以这次买卖也没有参加。我们选错了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遇上了英奇。不知道为什么遇上英奇？啊！要不是英奇把所有的路都堵上了，你几个月没来我们狼蹄地盘了。这次是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，如果下次，狼王特地赶过来，不是为了打劫，而是为了从英奇手里面救人的。啊？哦，早听说过西域狼王慷慨仗义、劫富济贫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这次呢来西域，就是为助狼蹄改头换面。从今天开始，狼蹄不再劫掠，而是改成护送商队营生。等，埃里希尔殿下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狼蹄从今往后不再掠夺商旅，而是去保护商旅？对，没错。哎，你说清楚点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老王，中原人有句话，树挪死，人挪活。如果遇到问题还不变通的话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也知道，这个当马贼不是正经营生，我自己一个人怎么都好说。可月泉村这么多老弱妇孺，如果断了这个营生，那粮食怎么解决啊？老王，若是当马贼行得通的话，你和加帕尔还会有矛盾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儿。西域马贼帮派众多，正是因为帮派多，所以过往的商旅越来越少。现在还能为继，可再过个3、5年呢？狼蹄在西域赫赫有名，消息传开了，就会有商旅自己找上门来。到时候族人衣食无忧，你们也不用再拼命去夺财了。老王，你若想光明正大的光复卷土，眼下正是个好机会。你们俩的意思呢？狼王，您来做决定吧。行得通。那好，从今往后，这个护送商队就交给你们2个了。好。来，为了捐毒族民，干一杯！来，干！